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外派生活不孤单。因为工作调派的关系，所以在日本三重县住了5个月，就要再准备搬家前往美国赴任。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国际海运行李送达前后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要给搬家人员多少小费等等。和以往的赴任福利一样，所有的家具和行李会由公司请搬家公司负责装箱，可以寄2箱各20公斤的空运，剩下的用海运寄送。我们之前到中国、美国和日本赴任，每一次合作的国际搬家公司都是日本通运，所有搬家费会由公司支付。接下来所有分享的搬家流程都是和日本通运合作的经验。因为这一次在日本搬家时正值疫情时期，我们尽量不和搬家人员待在同一个房间，保护彼此的安全，所以没有拍摄他们装箱搬家的过程，但是会用之前在美国搬家时所拍的照片替代。如果有看到英文或是不同的屋内摆设，就是2年前外派美国时期拍的。首先来聊估价的流程。请搬家公司来估价之前，他们会先给我们一份行李禁运清单，估价时要把这些禁运物品排除在外。因为每一个国家通关规定不同，所以不能运送的物品规则也不一样。这次从日本海运到美国虽然可以运送食品，但是搬家公司建议我们不要寄食物，因为各种食品成分很复杂，到美国通关查验时很麻烦，可能会延后运送的时间。确认完哪些东西不能运送之后，就可以估价了。因为搬家公司的货车和搬家人员有限，提早预约估价，能安排到想要的搬家时间，几率就越高。所以我们会在预定搬离开前的3个礼拜联系搬家公司到家里估价。我们习惯在搭飞机前1天搬家，晚上住在机场附近的饭店，隔天再搭飞机离开。和搬家公司联系估价时间之后，他们会先跟老公的公司询问搬家费用额度，来估价时就能顺便评估我们的行李会不会超过公司给的搬家预算。例如公司提供我们的搬家费用会包括2箱各20公斤的空运，以及有限额度的海运空间。估价人员到家里后，会先利用平板登记哪些是准备要空运的，再登记其他需要海运的行李内容。一边登记时，一边就会开始估算这些东西装到他们专属的纸箱后，总共会占多少体积，是不是在预算内。如果看到他们的估算表，或许会觉得有些东西明明不大，为什么会占那么多体积？因为东西在运送过程中如果有任何毁损，他们会赔偿。所以搬家公司在装箱时会有自己特殊的包装方法来保护物品。例如一个箱子看起来可以装进所有的碗盘，但是再加上那些保护易碎物品的缓冲材料，可能就要分成4到5箱。或是为了避免搬家工人的职业伤害，以及客户自己拆箱时会搬不动等，每一箱的重量也有上限。例如一个 M size 纸箱的书，就会被分装成2到3个 S size 的纸箱。因为他们的包装真的很仔细，从来没有在运送过程中撞坏我们的东西，所以行李究竟该如何装箱，有没有可能再压缩空间这些事，我们就不会去质疑他们的专业。如果行李体积超过公司给的搬家预算，就赶紧重新评估哪些东西使用率真的很低，可以拿到2手店转售，或是送给同事。每次搬家都是断舍离的大好时机。估价人员来家里估价后，就会留下分类贴纸，请我们将要空运、要处理的大型垃圾、要转送到当地其他地方的物品，以及要自己带走的随身行李都贴上标签。其他没有贴的就是海运。他们也建议我们能将每一类物品集中摆放在一起，比较好装箱。了解估价流程后，接下来聊装箱当天的情况。搬家当天，我们已经将自己的随身行李、要空运、要转卖给公司同事，以及要归还给电器租赁公司的物品各自集中并贴上贴纸，其他就是海运。搬家人员的主管跟我们再次确认行李有哪些的时候，其他搬家人员就会一边在容易碰撞毁损到的地方贴塑胶板或是铺上厚布保护，一切准备就绪，就会开始分工包装装箱。大型家具例如床架或衣橱会全部拆开再包装，节省空间，也比较好搬运。
装箱过程中会将每一个箱子编号、登记每一箱的物品内容，以及再次确认物品是不是在禁运清单中。除了登记物品内容之外，电器用品还要登记型号，作为海关查验和报关税参考。等全部物品都打包完成装入货车后，主管会请我们在每一箱的清单上填入大概的物品价格。在日本搬出行李的介绍就在这里结束。在台湾、中国以及日本并不需要给搬家人员小费，至于在美国需要给多少小费以及怎么给，就留到待会介绍海运行李搬入美国新家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时再一起说明。接下来要聊海运行李到美国后的流程。海运时间不仅仅是航运的时间，还要算入通关时间。这一次从日本海运到美国原本预估需要2到3个月，但是5月时刚好遇到美国塞港，所以3个月才拿到行李。等到海运货柜到港口并且完成清关手续后，搬家公司才会跟我们讨论行李配送时间，也会请我们先确认当天货车可以停放在哪里卸货。有些公寓式社区在路边会有大停车格，专门提供搬家、快递以及计程车临时停放。如果社区物业有提供保留停车格的服务，也可以提早申请。他们会事先将停车格设置围栏，保留给搬家公司的货车使用。因为我们的海运行李有80箱左右，所以如果没有提前规划要分类摆放，到时候不仅很难整理，也会很浪费体力。例如急着要找锅子，却发现那一箱被堆放在最下面，或是明明整箱都是厨房用品，却被放在卧室的，搬来搬去很耗时间和体力。我自己习惯利用他们给的物品清单做分类，请他们分别将需要组装的大型家具、厨房用品、衣物寝具和其他行李分成4区摆放，比较方便整理。会这样分区，是因为我喜欢先拆厨房用品，所以厨房用品区放在离厨房近、动线又好搬动的地方。以前会直接堆放在厨房，但是后来发现会影响处分动线，也会挡到柜子。要开关柜子收纳行李时，还用搬动箱子。偏偏厨房用品都很重，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第二顺位会接着拆衣服和寝具，所以也是放在相对好移动的地方。因为我喜欢睡觉时空间是清爽舒服的，如果直接将箱子堆放在卧室，看起来会很肮脏。最后是其他行李，是一些不常用的生活用品，所以放在最里面。等衣物寝具都清空，自然就会有空间挪动这一区的行李。大型家具就是沙发、电视和立灯，直接安排在客厅宽敞的地方，让他们有足够空间组装后就地归位。搬家当天会有一个负责和我们沟通的主管，以及4到6位搬家人员。主管会说日文和英文，搬家人员则用英文沟通。分类清单就交给主管，他会依照清单请搬家人员摆放在对的区域。搬家人员每搬一箱进来，主管就会在我给的清单上划掉那一箱的编号，我们也要在他提供的确认清单上圈起那一箱的编号。双方都同时在核对每一箱行李是不是确实送达。其中一个搬家人员会负责把纸箱上方的胶带先割开，简单的小动作却可以替我们节省很多拆胶带的时间。等所有行李都按照分类清单搬到相对应的区域后，他们就会用自己带来的工具将大型家具组装和归位。如果你的家具组装比较复杂，建议要提供组装说明书给搬家人员参考，既可以避免组装错误损坏到家具，也可以省掉装错再重拆的时间。我自己判断复杂与否的标准就是，如果他问我这个家具该如何组装，而我也不会的话，那么就需要说明书了。这一次的搬家人员很贴心，发现书房里太多箱行李堆放在一起会不好整理，所以主动要求要帮忙拆掉一部分的纸箱。我真的超级感谢他们愿意多花10分钟帮忙拆掉几个挡路的箱子，因为他们拆掉的量，我可能要花1到2天才能处理完。
整个搬家过程只花了30分钟，是很迅速又细心的国际搬家公司。在美国一般都要给搬家人员小费，一个人大约是现金15到20元。等他们要离开时，直接将所有人员的小费总额交给主管，他会在离开后私下再将小费分给其他人。建议可以准备小额纸钞，方便他们平分小费。搬家当天晚上，我们去买了最想念的海鲜代餐回家庆祝，终于可以好好坐在沙发上，一边吃饭一边看《我是遗物整理师》了。最后小聊个题外话，因为全部的东西都交给搬家人员装箱，所以过了3个月的海运时间后，有时候会忘了自己有哪些东西。每拆开一个包装，都是一个惊喜，也是一个回忆。例如这个用来砍玉米和南瓜的大菜刀，是外派中国时期用南方航空里程兑换的菜刀组，跟了我们8年。这把陶瓷刀是在日本时期一直回购的好物。每一个碗盘和杯子也都是慢慢搜集而来的纪念品。谢谢日本通运这么细心的包装，让我们的回忆都能平安送达。但有时候拆箱也会有小惊吓，常常看到东西后，心里会想：哎呦，你怎么还会在这里？通常是一些其实用不到，但却又舍不得断舍离的小物品。例如这是外派中国时期红极一时的马年吉祥物，当初流行在上面绑钱，象征马上有钱。每次拆到这些小物品，都会在丢与不丢间挣扎很久，把行李全部归位的进度就会大卡关。好啦，行李留着我慢慢收。炎炎夏日，下支影片就先带大家去京都的鸭川体验纳凉床避暑，顺道介绍鸭川旁4种不同类型的餐厅，一起去吃和牛、牛肠锅、串烧配京都地酒和西式早午餐，从早餐吃到宵夜，从1次会一直刷团到4次会。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及时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体验外派生活的点点滴滴哦。下个影片见，拜拜。